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。今天是6月15号，那从以色列跟伊朗开战，以来是第3天。那以晚上来说的话，就是经历了2个晚上。那你说说看，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？昨天晚上，从11点晚上开始到3点早晨，伊朗发射了很多飞弹。对。去躲防空洞。然后那我们就要逃去防空洞那一些就是一个安全的地方。那我们昨天跑了几次防空洞2次啊。但每一次跑防空洞都要待多久？起码15分钟左右吧。但是在他那个警铃声响之前就已经在预备了啦。那你所以就昨晚是没有什么睡到。对，我就想问你，你现在累不累？因为我今天早上就是有赖床，所以没有，现在还可以。以色列这个礼拜就基本上是不全部的上班，学校都关。对，因为学校关代表父母就也要待在家呀。然后政府也是有发通知说不要那个在公众场合集合，然后尽量减少出门，但是还是可以出门，可以去买超市的东西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有想到，其实这对以色列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经济损失啦，因为父母没有工作啦，那公司就等于说还是要付薪水，就跟我们已经付了舅的那个学费，然后他没有去上学，我们也不会拿到退费啊。然后公司他就没有营业，那他就亏钱，然后等于说整个政府就亏钱，所以大家就在一个不好的经济循环里面。然后伊朗不止攻打耶路撒冷，然后又攻打海法跟特拉特维夫。这是我觉得比较严重。对，因为去年10月，前年了。你说伊朗吗？伊朗打以色列，去年4月、10月还有10月2次。但是10月的比较严重。他们也是有发射很多，可是没有一个好像没有人伤亡，有人受伤，没有人死掉。对，这一次已经11个人了。对啊。所以感觉上这个飞弹的威力比较强。但是他们有说死掉的那些人是因为没有跑到防空洞，如果有去防空洞的话，就是那栋大楼很多都已经是废墟了，他们是在废墟里面救人出来，所以受伤的人很多，但是死掉的人是在那个巴央的大楼是4个还是6个？巴央是靠近特拉维夫的一个城市的名字。所以目前的话就是以色列政府它会提早30分钟发一次的那个警报，然后在警铃声响之前6分钟再发一次，然后你要去防空洞的那个时候，警铃声会响，然后你有1分半的时间到防空洞，然后等到都安全了，政府会再发一次的讯息，然后告诉你可以离开。所以你觉得还会打多久？几个星期吧。几个星期，对。那你感觉这一次跟10月7号的这个战争的感觉有没有很类似啊？因为现在航空飞机都不飞了嘛，都停飞了，然后就是要来以色列也没办法，要从以色列离开也没办法。
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像是蛮像是回到10月7号的那个时候。对啊，有几个改变，就是从十月七号，就是说十月七号之前，以色列人就觉得如果可以控制那些恐怖分子就行了，就不要管他们，就容忍他们继续这样，但是不会把它就是处理掉。对，现在是处理，对，就是一些旧的问题，以前其实就存在，像伊朗也是嘛。对啊，所以现在打伊朗是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，因为伊朗就是那个蛇的头啊，给哈马斯真主党胡塞他们的武器跟资金。所以伊朗其实跟以色列的这些战争是以前是打代理人战争，然后去年4月开始才变成是直接的开战，然后今年现在以色列就是直接去砍这个蛇的头，就刚刚 Kenny 说的。我觉得有一个差别是，以色列他在打伊朗这2天，他都是打核子弹相关的设施。你看以色列新闻是说，如果以色列不打的话，伊朗它的那个铀的浓度已经是多少？60，在60，所以从60到90是很快。所以它就可以做好几颗核子弹可以做起码9个子弹。那伊朗的威胁其实它也不只是针对犹太国家，就是以色列，它是对全世界，对西方国家。那我们说伊朗其实是在简称伊朗政府，不是指伊朗人，因为伊朗人跟伊朗政府其实是不同的立场。那为什么以色列这次要先发制人去打伊朗？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在各个 YouTube 的频道都会看到很多的解释。那它一定有历史背景嘛，你不可能只是看新闻说以色列这次是先动手的，那你就完全没有去看为什么以色列要做这件事。那刚刚有说伊朗它目前它就已经有这些核子弹的东西，不管就是 IEA 那边有没有去证实这件事，对以色列来讲这无所谓，因为今天出事没有人会来救以色列，只有以色列自己能够救自己。然后对以色列来讲他今天要除掉这个伊朗威胁，不只是对以色列好，对全世界都好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他要去攻击伊朗的这些核子的设施，还有他的科学家。那有人就说，那以色列他自己不是有核武吗？那关于以色列有没有核武这个东西，其实我之前的影片也有讲过，以色列立场就是他不承认，他也不否定。那原则上是有啦，因为他就是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。那以色列为什么要核武？因为它是中东地区，它是唯一的犹太国家，也是唯一的民主国家，它必须要保护自己。然后他也没有用过我有核武来威胁过任何一个国家，反而伊朗他一直在没有核武的情况下，他也是在那个威胁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，然后美国也是，然后西方国家也是，所以这是一个本质上的差别，一个是防御嘛，另外一个他就是在攻击别人。那你从这一次的攻击也是可以看到，像昨天伊朗它设的这些地方都是居民很集中居住的地方，它不是像以色列，它是很专一的去攻击以色列的核武的设施，那这又是一个本质上的差别。所以在网络上，包含就是我们影片的留言区也会有人就是在支持伊朗，然后我觉得就是类似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，就很容易可以看出大家的立场是什么。那对我来讲很重要的是要去看历史究竟发生什么事。1979年以前的伊朗不是这样子的，1979年以后因为伊斯兰革命的关系，伊朗变成一个什叶派的国家，所以歼灭以色列就变成伊朗它存在的一个重要任务。它有一个蛮复杂的历史背景，但就是可以追溯到150年前，从鄂图曼帝国开始没落开始，然后那个伊斯兰教里面不同的教派，逊尼派、什叶派之间的竞争，
所以就变成把以色列这么小的一个犹太国家歼灭，就成为了他们的一个竞争的任务。那总结一下，就是虽然说这次的战争才刚开始，但是觉得好像比上一次的严重。那以色列他之所以要先打伊朗，是因为如果他现在不动手的话，伊朗他这个核弹做成以后，他给以色列的威胁是没有办法挽回的。那以色列它是唯一在中东的民主国家和犹太国家，它必须要自卫，要保护自己。那我们怎么知道一个国家它的企图是什么？你可以从它的领导者说的话，以及就是他们实际的行动，你都要参考嘛。那以色列他打伊朗，他就是在打伊朗的核设施。以色列的总理就是继续打。那我们之前跟朋友的影片，他也是讲同样的话，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，并不是说我们的频道讲的都是对的。大家可以就是多参考。那我们只是把我们听到的，还有我们认可的部分，分享出来。那我觉得大家除了祷告以外，可以为以色列做的事情，就是把这样的真相分享出去。因为以色列它并不是一个无敌的国家嘛，它虽然有铁穹系统，但是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，100颗导弹里面，有2颗它是直接击中到民宅，然后这个房子因为导弹的关系就全部都毁灭。那搜救人员是从废墟之中把这些受伤的人救出来。那现在还有好几十个人还在失踪当中。那我不知道为什么都是晚上打，所以今天是第3天嘛，所以就看第3天的晚上会发生什么事。那请大家也是继续的就是祷告。然后我觉得把这样的真相发出去很重要，因为很多人不知道以色列的处境，然后觉得以色列是好战，但以色列不是好战。以色列是从1948年跟那个逊尼派的阿拉伯国家一直打到现在，是跟什叶派的阿拉伯国家，就是伊朗。那伊朗其实是波斯国家，但这就是另外的故事了，就是他们的历史，为什么一个波斯国家变成一个什叶派的穆斯林国家。所以就是以色列他面对了这些威胁，他必须要保护自己。从前年10月7号开始到现在，以色列真的很不容易。我指的也不只是军人啊、搜救人员啊，还有包含就是这些老百姓，像是我们的朋友，他们有些人的家人先生正在就是当替代役，然后就是妈妈自己带小孩。那这种日子就是已经坚持了很久，然后还要继续坚持下去，真的是很不容易，自己带小孩然后跑防空洞啊什么的。然后最后呢就是小心诈骗，我们是不会去跟大家就是要钱的。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影片下面就是好像我回复你，然后给你说什么可以在哪里那个捐钱的话，那都是假的。OK， 好，那就这样了，拜拜。